昨天，伊朗发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阿曼的储油罐发动了袭击。炸了！炸了！打仗！我你走，打起来了！我靠！战斗机直接打了！直接战斗机！我靠！战斗机从头上飞过去，直接炸了！我这一幕恰好被在现场的中国的海员给拍了下来。天空中有一辆自杀式无人机，紧接着飞过去，就把那储油罐给炸了。据说大火燃烧了4个小时。我觉得伊朗有点疯了啊！人家阿曼又没袭击你，就在对面，你炸人阿曼干什么呀？这个确实是有点不讲武德。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看一下从昨天到今天整个伊朗战争有蔓延的事态。昨天的节目我们在讲到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从昨天到今天，至少有3到5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伊朗给袭击了，其中有1艘还是美国的油轮，美国的船也不顶事儿了，结果直接被伊朗的无人艇给袭击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燃起了熊熊大火，然后呢，船上的船员都弃船而逃那么当然，美国和以色列也没闲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圣城也发动了袭击，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现场袭击起来之后燃烧起了蘑菇云，就战事从昨天开始又有重新继续蔓延的事态。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美以伊的战争一开始美国不是轰炸伊朗吗？然后伊朗反击吗？那当然这个反击的烈度越来越弱。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那特朗普就宣布赢了。And we've won. Let me say, we've won. You know, you never like to say too early you won. We won. We won the bet. In the first hour, it was over. But we won. But they gave me a list of names of generals. Sir, you can pick the name you'd like, sir. I said, the name of what? The name of the attack on Iran, sir. And they gave me like 20 names. And I'm like falling asleep. I didn't like any of them. Then I see Epic Fury. I said, I like that name.这个伊朗都没什么可炸的了但是从昨天开始，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整个战事的事态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里我们要讲就伊朗现在正在发动一场非对称的反击，它不是传统的反击。传统的反击就是美国向伊朗打导弹，对吧？这个精确制导的炸弹，那伊朗这些呢都被美国炸没了吗？伊朗的空军也没了，海军也没了，导弹也基本被以色列都给消灭光了那么现在伊朗手中有一个杀手锏，什么杀手锏呢？这个杀手锏就叫伊朗的空中小摩托，叫沙赫德136。这个沙赫德136实际上现在可是立了大功了这沙赫德136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一款自杀式无人机。这款自杀式无人机说实在挺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跟美国的这些武器比起来，那落后的一塌糊涂。那你想想，美国爱国者导弹，还有这个战斧式导弹，还有那萨德式导弹，那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没有敌手的但是伊朗呢，人现在这个沙赫德的自杀式无人机翼展只有2米多，重量只有200公斤。这200公斤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战斗部也就40到50公斤。然后呢，它的这个动力系统是仿造德国的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呢是4缸2冲程，经常是摩托车上也在用。所以这款自杀式无人机被称之为空中小摩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噪声特别大。那给人感觉就像一个除草机从天空上飞过来，而且它的速度也特别慢据说是每小时只能飞180公里。那你想想，还不如中国比亚迪开得快呢，对不对？1小时180公里嘛。但是呢，它也有它的优点。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它的航程特别长，它可以飞1500公里，那也是从伊朗直接飞到以色列据说伊朗一开始还说了，不排除要进攻美国的加州。你瞧瞧了没？那搞一艘船到美国的边上，释放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可以进攻美国的加州第二个优点就是它是低空飞行，你传统的雷达对它没有用，因为传统的雷达呢，你都监测的是那个高超音速的导弹。那导弹呢飞得非常高是吧？那个雷达都是为了这个设计的。但是这个空中小摩托呢，就在地面上飞，地面的飞，一般的导弹对它来说还不容易捕捉。那你想想，它的这个缺点一下子变成优点了，是吧？
所以就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争过程中，这个沙赫德应该说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大家都知道，前几天美国不是那个萨德的那个雷达啊，在全球一共只有8套，这8套中间被干掉了3套，这3套都在这个中东啊。那么这个被干掉的这3套萨德，每套造价是5亿美元呐，据说要是修建起来也得花好几年的时间。那么这个萨德雷达被谁干掉的呢？大家都猜测，它是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个萨赫德136自杀式无人机给干掉的。那这就很讽刺了，你想想啊，一套萨德的雷达系统这么贵，然后呢，一个2万美金的萨赫德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把这个给报销了。那你想想，这个沙赫德那是令美军现在非常头疼啊。据说是美军呢对这个沙赫德啊也好像比较重视啊，然后专门仿照了这个伊朗的沙赫德导弹，研发出来自己的一个导弹叫卢卡斯。这个卢卡斯呢，据说是造价的成本呢是35000美元。那你想想，伊朗啊，它的这个沙赫德就更便宜了啊，据说他们的造价呢也就是2万美元。这2万美元什么概念？就大概也就相当于一台比亚迪嘛，对不对？而且它造的速度特别快，据说是他跟他自己的合作伙伴1个月可以造1万架，自己在本土上1个月也可以搞几千架，那这就很可怕了啊！你现在这个沙赫德的自杀式无人机往以色列、往阿曼去搞，那你现在你以色列你拦截不拦截呀？你拦截的话，你用什么拦截啊？你用萨德来拦截吗？萨德一枚1400万美元，爱国者导弹一枚400万美金，那人家这个沙赫德空中小摩托一枚呢，那价格只有2万美金，那这个成本的费效比呢，那打起来啊就有点可笑了。你如果打，你想想，人家直接飞过来100架，你怎么拦呢？你很快就把你消耗完了。你不打，那你想想，这136空中小摩托威力也挺大的。给你油罐一炸，你这个就炼油厂你就废了。你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你一个油轮2艘无人机过去，基本上就给你炸了。所以啊，这战争打到这个份上就很荒唐了。这个荒唐就在于，现在伊朗现在采取这个非对称反击战。这个非对称反击战有点类似于当年美国跟那基地组织，对吧？那基地组织人家知道在正面战场上硬刚美国搞不过，对吧？你美国你这个全球第一的军事力量嘛，那我不跟你正面打，我导弹不行，我飞机也不行，大炮也不行，我搞什么呢？我搞恐怖活动。我搞恐怖活动，我拿飞机去撞你这个世贸大楼，这你防不胜防啊，对吧？所以你看，伊朗这次所采取的这种反击手段也是非对称反击，他不跟美国和以色列打过去传统的那种性能之战、科技之战。应该说这场战争打的一开始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绝对是降维打击。那差不多1天的时间里头，就把伊朗的海军、空军都给消灭了。这一点人家特朗普没说错啊。但问题是，像沙赫德136这种自杀式无人机，被称之为穷人的巡航导弹，现在美国有点一筹莫展了。为什么呢？这里我给大家讲个数字啊。美国从开战以后到现在啊，它消耗了800枚的爱国者导弹。这800枚的爱国者导弹5天的时间里就报销了。然后从去年那5月重锤到现在，一共消耗了150枚的萨德导弹。那这导致一个什么严重的后果呢？咱们刚才不是讲了这个比较贵吗？它其实还有一个产量的问题。这萨德导弹美国1年的年产量是96枚，1个月也就生产8枚。那你想想，这半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150枚，1年半的这个储量没有了啊。这萨德导弹150枚占到美国全球储量的25%。这爱国者导弹呢，8天报销了800枚，基本上也把美国全球的爱国者导弹的储量消耗了20%左右。那这个消耗战打下去啊，这对美国就有点不太利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特朗普的这个口风最近几天发生变化了。战争刚开始之后啊，特朗普呢确实是很狂啊。Iran's formerly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Khamenei, is dead. This wretched and vile man had the blood of hundreds and even thousands
of Americans on his hands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laughter of countless thousands of innocent people all across many countries. 紧接着就讲了，他说哈梅内伊的继承者也被我们炸死了。本来还有人想跟我们谈判，结果呢被我们一不小心给炸死了。今后谁要想当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得经过我们点头同意。我们不同意，言下之意我直接炸死你，对吧？那伊朗现在只剩下一条路了，只有投降。如果再跟我们美国对抗的话，死路一条。那当时啊，口气确实是非常大。但最近几天大家看到了吗？特朗普的口风变了，说我们赢了。And we've won. Let me say, we've won. You know, you never like to say too early you won. We won. We won the bet. In the first hour, it was over. 我们赢了，我们就是赢了，我们随时可以结束这场战争。随时可以结束战争的理由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可炸的了。但问题是，你虽然没什么可炸的了，那人家沙赫德136还到处都是呢，还在每天进行反击呢。你说你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吗？这个等一会儿咱们来分析啊。所以你看的口风就不太像一开始啊那么坚定了。相反呢，伊朗这面的口风啊变得更强硬了。大家看一下伊朗那个国防部长，我看那个在媒体上发言啊。البته پرقدرت تکرار میکنیم هرگز اجازه نمیدهیم حتی 1 لیتر نفت به نفع آمریکا و صهیونیست‌ها و شرکای آن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عبور کند。你们就等着油价飙到每桶$200吧，因为过去所有的油都是给美国和以色列帮忙。当然，这里头我还补充一个信息啊，据《华尔街日报》显示啊，霍尔木兹海峡虽然被伊朗给关闭了啊，但他自己的油出去没受影响。说战争开打以后啊，说伊朗每天往出运出去了210万桶石油，比战前的200万桶啊还多10万桶呢。那么从战争到现在，已经运出去了1100万桶的石油，这1100万桶的石油啊，基本上都卖给中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伊朗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啊，实际上还是有张有弛的。哎，你其他国家你都别过，好像是中国的有些能过啊。我看到网上讲了，说中国一到那边喊上我们是中国的船，别打啊，这个好像能过去了。然后就是伊朗他们自己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面有一个港口，也可以直接的把这个油给运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伊朗国防部长态度非常强硬。紧接着伊朗的总统，我看昨天啊在推特上发帖子了，他说现在我们可不是请求停战啊，我们停战有3个条件：第一，承认伊朗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第二，美国和以色列今后要承诺不入侵伊朗；第三，要赔偿这场战争过程中间我们伊朗所有的损失。当然我觉得这些要求啊可能也不太可能实现，你让美国和以色列赔偿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是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变化，这个趋势的变化就是美国的这个语气啊开始慢慢的放软了，而这个伊朗的口气啊变硬了。那么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这种伊朗发动的非对称性的反击啊，导致现在美国啊有点骑虎难下。为什么说现在美国有点骑虎难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就是美国啊这次打这个伊朗啊，应该说它有4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战略目标是消灭哈梅内伊，对吧？这个呢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实现了啊。但是啊，大家当时都在讨论说美国这个斩首啊有没有用？很多人都说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斩首没有用，但是对独裁国家斩首有用。你把它斩首了，这个政权可能就瓦解了，可能这个国家啊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转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伊朗的哈梅内伊被斩首之后，其实这个国家并没有发生整个政权动摇。现在看来，伊朗的革命卫队啊，对这个政权仍然是非常的效忠的，忠诚度一点没有受影响，对国内的控制也没有受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啊，我看啊，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分析啊，由于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空中打击啊、轰炸啊，炸死了很多平民。那不是那个著名的小学校，美军内部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美军就是利用了过去一个过时的情报系统，最后把那个学校当作是伊朗革命卫队的一个军事基地给炸了，结果炸死了175个人啊。那么人家伊朗也宣传呢，你看看了，
美国这个刽子手，这个侵略军，把我们这个小女孩、这些学生都给炸死了。那么伊朗国内呢，他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高涨了。所以现在伊朗国内呢，实际上有两种力量啊，一种当然是反对伊朗的神权政权的，另外一种呢，也是民主主义的情绪在不断的高涨。这种民主主义的情绪跟反伊朗政权这两者并不矛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导致了现在伊朗很多人也痛恨美国呀。你想想，美国你天天轰炸伊朗，人家伊朗现在普通的老百姓能随便感激你吗？不太可能。所以他虽然在战术上炸死了哈梅内伊，但是实际上伊朗的神权政权呢，它其实并没有瓦解，而且顺利的完成了权力的更替。哈梅内伊的儿子他叫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成了哈梅内伊二世。这事儿呢，对特朗普的冲击的确非常大。伊朗虽然受到了重击，但是他的宪法秩序没有乱。新的最高领袖完全是通过宪法规定的程序选出来的，是伊朗的专家会议他们选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哈梅内伊的儿子啊，这第二个儿子现在已经接任了伊朗的最高领袖，而且发誓要跟美国复仇啊。那你想想，杀父之仇，对不对？那么这个给人感觉他好像更激进一些啊。这是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个战略目标说是准备彻底解决伊朗的核能力，但是这个呢，现在我们不太清楚啊。很多人都说他说福尔多的很多设施又被炸了，但是呢，现在也没有特别具体的详报啊，这伊朗的核能力到底给炸到了什么程度。但有一点啊，我觉得可是肯定的，就伊朗经过这轮打击，如果美国不能实现政权更迭的话，那我觉得伊朗可能以后会玩命的搞核武器。因为他知道只要搞下来核武器，他的安全嘛，不搞核武器，这美国和以色列就随时可以搞死他嘛，随时可以炸他嘛。但是一旦要是搞了核武器，美国和以色列就不敢动手了。所以其实肢解伊朗的核能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一次这个对伊朗的战争能否实现另外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呢，一个就是彻底解除对以色列的长期威胁，第二个就是能够让伊朗政权瓦解，或者是产生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跟美国和以色列能够合作的政权。但是这两个目标应该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就是说，如果美国和以色列不发动地面战争的话，以现在的事态看，美国很难动摇伊朗的这个神权统治，很难使伊朗能够完成这个政权的更迭。你就炸他，你再炸他，他这个国家的统治能力还在。因为伊朗总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那它是个大国有9000万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美国要想发动地面战争，那困难就多了去了你想想，那绝对得国会授权了。如果国会不授权的话，美军是很难发动一场对伊朗的持续的大面积的地面进攻的。而美国呢，过去跟伊拉克打仗是吧，跟那个阿富汗打仗，他实际上他也有点怕怕自己深陷这种地面战争的泥潭。所以美国这次打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其实就给自己定的标准，不能发动地面战争，只会在空中打击。那这就比较尴尬了这个尴尬就在于美国的这个打击虽然让伊朗饱受这个伤害。 Over the past 11 days, our military has virtually destroyed Iran. Tough country.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otally gone. That took the better part of about 3 hours. They no longer have radar. They don't have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Their missiles are down 90%. Their drones are down 85%. We're blowing up the factories where they're made left and right. 你比如说海军没了，这个空军没有了，导弹也没有了但是这个政权还在，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个政权的反击能力还在。这个反击能力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沙赫德163这个空中小摩托发动非对称的战争。那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美以伊之间的战争已经有一场科技之间的比拼
变成了一场成本之间的比拼。这成本之间的比拼再打下去的话，美国不一定能够消耗得起。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说这个伊朗战争开打的前10个小时，美国花了37亿美元，那是花钱是非常多的啊。那么战争开打之后，每天的消耗平均在8.91亿美元。截止到目前，一共打了12天呢，美国一共花了113亿美元。这113亿美元呢，全都是没有在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美国动用的一些临时的这个储备打的。伊朗花多少钱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伊朗由于有这个空中小摩托啊，它可以在极低成本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自己的攻击能力，这一点应该说是确凿无疑的。从最近几天的战争事态来看，这一点呢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炸阿曼的这储油罐啊，然后炸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油轮呐，沙赫德136啊，发动这种穷人的巡航导弹，有点令美国一筹莫展，甚至以色列也是如此。包括以色列的铁穹系统，你就铁穹系统都比这个沙赫德136要贵得多。那你如果这个持续打下去啊，双方在比拼成本消耗的过程中，实际上伊朗是占了先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现代战争啊，有的时候啊挺诡异的，因为在这个战争之前啊，大家都认为伊朗不堪一击，因为你这个伊朗的军事力量啊，你无论海军也好，空军也好，导弹水平也好啊，跟美国都不是一个量级，美国对它绝对是降维打击，这一点的确没错。但是啊，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公平的啊，它给了美国、以色列啊，就是这么高的科技力量啊，但是呢，也给它附加了极大的成本压力。那么也给伊朗这种国家非常穷的国家呢，采用了非对称反击的这个能力。那么当这场战争变成一场成本消耗战的时候，那究竟最后鹿死谁手就不好讲了。那么这场战争如果持续的打下去，比如说你打1个月，美国可能要花300亿美元，再打6个月，你有可能花上千亿美元，那美国受得了吗？那如果你现在就不打了，那还不行呢？为什么不行呢？因为现在伊朗人讲啊，你得停火啊，你得给人签协议啊，你不签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一直这么封闭下去，你想想，那影响的那可就不是说美国这和伊朗这2个国家了，那整个世界的经济都有可能受影响啊，包括日本的油轮都给攻击了嘛。结果现在怎么？日本现在已经释放了自己的战略储备的石油，包括国际组织现在都开始释放自己的战备储备的石油了啊。那么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必须最后以某种停火协议的方式结束才可以。那么在这种必须以停火协议的方式结束，那你美国和伊朗就必须得坐下来谈。你不谈，那人伊朗就揪住霍尔木兹海峡，没有隔三差五的往哪儿发一个沙赫德136，搞一把，你美国怎么弄？现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啊，正在从亚洲调兵遣将。我最新看到的信息啊，那现在驻日美军他把那个萨德导弹连运到中东去了，因为中东那边消耗的差不多了啊。然后呢，美国当时在韩国不是也有一套萨德的雷达系统吗？当时中国一直抗议，说你这个在韩国建萨德雷达，你是针对我们中国的。我看最新的报道啊，美国人到那儿去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中东那几套不都给炸了吗？你要再建的话来不及呀。所以就准备把韩国这套萨德给拆下来，先运到那儿。你想想，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力大大降低了。你想想，你萨德的雷达原先不是在韩国为了对付中国的吗？那你驻日美军爱国者的导弹连，那不也是针对中国的吗？你都运到了中东去，那这个地方不就空虚了吗？这里我还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其实在这场战争过程中间，就在阿曼湾的外海，中国有一艘情报搜集船，名字叫做瞭望1号。这个瞭望1号是去年刚刚下水的，排水量啊有3万吨，号称是全球最先进，有7个大的雷达球，探测距离可有6000公里。它在055导弹驱逐舰的护航之下，就停在了阿曼湾的外海，开始搜集情报。我看美国的一些媒体都说啊，说整个现在战争打下来啊，
美国的整个战争事态都被情报搜集团搜集得一清二楚。那么呢，不排除中国跟伊朗还有一些情报交换的合作，那咱不知道了啊。国际媒体有猜测，也没有证据啊。但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现在你美国要反击，你比如说你打这个萨德导弹，你打这个爱国者导弹，或者说你对它进行保卫攻击，中国的这些情报搜集船都在那搜集你的情报参数了。那对美国未来的你的这个情报，那掌握的就一目了然了，对吧？那你要是不反击，那伊朗还搞你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国现在在做整个美以伊战争过程中间的一个默默的旁观者。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个人认为啊，美国跟伊朗这次打的这个仗啊，打的确实比较拉胯。你想想到现在，伤亡人数已经超过140人了，然后呢，萨德导弹都被那个沙赫德136给报销了。真要是美国将来在亚太地区跟中国打一仗，那我觉得它的胜算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